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本期我们接着来讲《海贼王》第3篇空岛篇的故事。上篇我们说到，草帽海贼团终于正式进入了伟大航路，遇见了他们的第6位伙伴乔巴，还结识了朋友薇薇。在打败了克洛克达尔，解放了阿拉巴斯坦后，路飞的赏金飙升到了1亿贝利，索隆则是6000万贝利。在结尾时，薇薇拒绝了路飞的邀请，留在了阿拉巴斯坦。草帽海贼团告别了薇薇，再次踏上旅程。漫长的海上旅行让大家感到有些无聊。就在这时，大伙意外发现船上竟然多了一个人罗宾。罗宾表示想加入草帽海贼团。路飞想起罗宾曾2次救过自己，在之前与克洛克达尔交手时，他身中剧毒也是罗宾帮忙救治的，所以认定他并不是坏人，一口答应了。罗宾是一个考古专家，出生在考古学之岛奥哈拉，年仅8岁就被海军通缉，悬赏7900万贝利。他的梦想是找到真正的历史正文，探索背后的历史真相。上船的罗宾很快便融入了草帽海贼团，本以为他们会平静一段时间，可没想到天上突然开始掉落各种东西，甚至还落下了一艘大型帆船。这时娜美发现记录指针也坏了，一直指向天空，但罗宾却表示这是因为附近有磁力更强的岛空岛。大家商量了一番，便决定前往这个在白云之上的神秘岛屿。做出决定后，便开始寻找关于这座岛屿的信息，过程十分曲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看看掉下的大船里是否有用的信息，可他们下水后，先是遇到了一个自称是打捞王的奇怪人员，同样想要打捞这艘沉船。刚准备战斗时，又遇到了一个巨型海龟，把船给吃掉了。好不容易从海龟嘴里出来了，结果天突然黑了，甚至还出现了比巨人族还要大好几倍的怪物影子，吓得草帽海贼团赶紧划船逃跑。可即便是这样，大家仍然没有放弃，继续寻找空岛的下落。这时罗宾拿出了从人员船上找到的永久指针，大伙决定先前往指针指向的加亚岛寻找线索。很快路飞一伙就来到了加亚岛，可没想到这里的人都凶神恶煞，岛上充斥着打架和枪炮的声音。娜美警告路飞和索隆千万不要闹事，结果才没过多久，路飞和索隆就与悬赏超过5000万的猎狗贝拉米起了冲突。贝拉米嘲笑了路飞一伙想要去空岛的梦想，让路飞和索隆决定不和其动手，因为当梦想被嘲笑的时候，用武力解决只会展露出你的胆怯与不坚定，这是在否定和玷污梦想，就像当年面对山贼的红发一样。不还手的两人不出意外被贝拉米打得很惨，最后被娜美给拖走了。后来在酒馆外，他们还碰上了隐藏身份的黑胡子，他告诉了路飞一伙，人の夢は終わらねえ。捣鼓了半天，一伙人没有获得任何和空岛相关的信息，扫兴的回到船上。但罗宾却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准备带他们去寻找一位被加亚岛驱逐的梦想家库利凯。结果刚一出海，就碰到了一只新型打捞船，新型翅膀的音波让本来就不堪重负的美丽号再一次破损。草帽海贼团无奈下只能赶紧逃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是找到了梦想家库利凯。原来之前路飞遇到的人员和星星都是他的伙伴，这位梦想家是大骗子诺兰德的后代。400多年前，诺兰德发现了一座岛上有堆积如山的黄金，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国王。国王立马就派兵前往黄金乡，但却发现岛上只有一片空荡的丛林。诺兰德也因欺君之罪被处以死刑。但库利凯无意间发现了加亚岛就是诺兰德所说的黄金乡，于是为了证实黄金乡的存在，他开始寻找黄金的下落。另外，诺兰德也是库利凯所知道的唯一相信空岛存在的人。随后他告诉了草帽一伙关于空岛位置的猜想，并决定帮助他们前往空岛。即使这趟旅程将会非常危险，但路飞还是没有丝毫犹豫。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抓住能为他们指引方向的南南剑鸟。可没想到贝拉米海贼团却在草帽海贼团外出的这个时间来抢夺库利凯的黄金。贝拉米是弹簧果实能力者，能够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变成弹簧，全身都能弹来弹去的。库利凯一伙都不是他的对手，被打趴在地。贝拉米不仅顺走了黄金，还破坏了美丽号。抓紧回来的路飞看到眼前的景象，决定找贝拉米报仇。他不能容忍贝拉米再一次嘲笑库利凯的梦想，于是连夜出发，很快便找到了贝拉米。起初贝拉米对路飞依旧毫不重视，但打起来后才发现不是路飞对手，被一拳击倒。与此同时，另一边世界政府也正召开会议，商量谁来替代克洛克达尔在基乌海的位置。世界政府最高权力者吴老星、多弗朗明哥、熊、鹰眼以及海军本部元帅等有头有脸的人都参加了这场会议。可有一位叫拉菲特的不速之客混迹着这里，并推荐黑胡子作为基乌海的成员。而黑胡子此时看到了路飞1亿贝利的悬赏后，为了向世界政府证明自己，开始寻找路飞的下落，欲要取得路飞的人头。回到另一边，在人猿与星星2艘船的护航下，草帽海贼团跟着由下往上的海流顺利冲上了天空，也多亏了这海流避免了路飞和黑胡子战斗。天空中是一面白茫茫的景色，正当大家还在诧异这奇特的景观时，一些不知名的人突然冲过来袭击了他们。
幸好有自称是天空骑士的甘福尔出面营救，并给了他们能召唤他的哨子。甘福尔走后没多久，他们发现了一扇天国之门。在告知监视官他们没有钱后，草帽海贼团以非法入侵的方式正式进入了空岛神之国。到了这里，他们遇见了天使族的女孩科尼斯和她的父亲，也见识到了空岛特有的交通工具威霸。娜美玩得不亦乐乎，科尼斯热情招待了草帽一伙，给大家讲解了空岛的特产贝类，每一种贝类都有不同的功能，像是鹰贝、风贝等等。威霸就是靠风贝才能动起来。接着，草帽一伙也了解到了这座岛现在被自称为神的艾尼路所掌控，其住在神之岛阿帕亚多。艾尼路是响雷果实能力者，可以使用电来攻击，还可以用星网听到整个空岛人们的声音，由此来监视所有人。其手下还有实力强悍的4名神官。刚聊到这儿，空岛的执法部队追了上来，因为非法入侵，草帽一伙将要支付高额的赔偿。可娜美因为无法接受这不讲理的罚款，打伤了执法队队长。这下他们的罪名是越来越重了，甚至被神官亲自制裁，必须要通过4个神官的试炼才能免除罪行。为了不拖累科尼斯，路飞一伙决定先离开这里，寻找离开空岛的方法。只是没想到，先上船准备出航的娜美、乔巴、罗宾和索隆竟然被特幻下先行带走，去往了神之岛的祭坛方向。这让剩下的路飞、山治和乌索普不得不前往祭坛解救大家，最后还得由科尼斯为他们带路，并替他们在码头准备好了船。可路上，路飞发现科尼斯一直在发抖，才发现原来科尼斯早就受到了胁迫，出卖了路飞一伙。刚一说完，艾尼路的神之制裁就降临了，从天而降的巨大雷柱向科尼斯袭来。在这危急关头，天空骑士甘福尔出手救下了他。即使听到了科尼斯的警告，路飞他们为了营救伙伴，还是毅然决然地冲向了神之岛。刚一到入口，他们就遭遇了各种不同怪物的袭击，经历万难，总算是来到了4大试炼之门。最后，他们选择了存活率只有10%的球质试炼，进入了森林里。这里充满了飘来飘去的球，每个球都有未知的效果。接着，他们遇见了负责看守这片森林的神官沙德利。神官也能使用星网，路飞和山治的所有攻击都被沙德利所预知，根本无法还手。沙德利利用漂浮的球压制住3人，加上一次次的攻击，让他们都达到了体力的极限。沙德利并准备展开收尾的致命一击球龙。这只龙身体的每一个球，只要碰到都会爆炸。路飞一伙只能开始逃跑，但逃跑的过程中，路飞发现球龙是由沙德利用绳子操控的，于是他拉断了绳子，把球龙扔向了沙德利。爆炸让沙德利乱了阵脚，被路飞用手给锁住，最终在山治的一击粗碎下结束了战斗。孔克斯，几人继续向祭坛出发。另一边，索隆一伙已经到达了祭坛，他们留下了乔巴看守梅利号，其余的人则前往森林里探险。没过一会儿，神之试炼的掌管者修罗就来梅利号寻找索隆一伙，还放火烧了梅利号。在他手里的生存率仅为3%，吓得乔巴赶紧吹响哨子，召唤了甘福尔。两人都有坐骑，在天上打的是你来我往的。在甘福尔一战将修罗打飞后，被惹恼的修罗攻击更加猛烈了，随后用计刺中了甘福尔，让他身负重伤，掉进了云海。乔巴赶紧跳下去救人，却没意识到他根本不会游泳。修罗一看乔巴分明是在找死，便转身去寻找索隆他们的下落。后来，乔巴和甘福尔幸运地被南南剑鸟救了。就在此刻，来到森林海岸的娜美等人发现了神之岛令人惊讶的秘密，他们看到了梦想家库里凯一半的房子。这也就说明，所谓空岛的阿帕亚多原本是加亚岛的一部分，在400年前被巨大的冲天海流带到了天上。大骗子诺兰德说的也都是实话，这里就是黄金乡。在当时，除了这片土地，令原加亚岛的居民也被一同带上天空，被称为山迪亚人。这片突然出现的土地被从未见过土地的空岛人认为是圣地，便驱逐了山迪亚人侵占了这里，并将其改名为神之岛。那之后，空岛人和山迪亚人为了争夺土地，开始了长期的战争。在6年前，甘福尔才是掌管这里的神，直到有一天，艾尼路突然带着神官出现，强行霸占了神位。此时，山迪亚人利用神官把注意力放在甘福尔身上的机会，在号称战鬼的韦伯带领下，想要冲击艾尼路所住的神之社，随即与3大神官展开大战，可结果是伤亡惨重，只能先行撤退。同时，草帽海贼团也终于会合，因为担心船再被破坏，大伙决定晚上在湖边露营，等天亮后再去寻找黄金。就在夜晚时分，乌索普看见美丽号的船精灵在修船，还以为是做梦了，可没想第2天船竟然真的被修好了。为了寻找黄金，草帽团决定兵分2路，一队去寻找黄金，另一队留下来驾驶美丽号到达黄金遗迹附近的海岸，并且照顾受伤的天空骑士甘福尔，等待会合出海。与此同时，山迪亚人再一次向神之社发起了进攻。然而，艾尼路早已用星网看穿了一切，直接开放整座岛给神官作为试炼的地方，包括他神队在内，和山迪亚人以及草帽海贼团共81人，一同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存游戏。
首先是神之势力的修罗与山迪亚人的战斗。一开始，修罗就用一招神云让他们无法动弹，最后只剩韦伯一人与之对抗。韦伯舍弃了一只手，运用排击背的力量，一招淘汰了修罗。随后，他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另一边，路飞、索隆、罗宾和乔巴这组计划去寻找黄金，结果却全部走散。索隆遇到了山迪亚人的战士布拉哈姆，面对各种未知贝类的运用，索隆实在是摸不透对方的招数，腿也被对方打中。直到索隆尝试了自己的新招，一刀流36烦恼凤将其给击败。眼、耳、鼻、舌、心、意、人の6個に幸、悪、平、またおのおのに情と戦、一世36本の。飛ぶ斬撃を見たことあるか？一刀流。36ポンド砲。再看路飞这边，南の島はあったけパイナップルプル頭ポカポカアホばっか。唱着歌的路飞遇到了战鬼韦伯，两个人也展开了死斗。虽然路飞的橡胶能力可以弹回炮弹，但韦伯使出的装有瓦斯贝类的燃烧炮威力惊人。就在两人打得难分高下时，路飞竟然被天空之主巨型大蛇给吃了。找不到路飞的韦伯也就此离开了。此时乔巴一边因为迷路，不知不觉踏进了乔治试炼的神官盖达兹的领地。生存率约50%的盖达兹，虽然做事老是少一根筋，不过他的爪云仍然十分厉害，并且鞋子上装有贝类，能在空中作战。乔巴是一心想逃，却发现根本逃不了，决定一决胜负，成为不需要大家保护的海贼。乔巴悄悄脱掉了盖达兹的一只鞋，再诱导他飞上天空。因为少了一边云背的力量，盖达兹在空中无法保持平衡，最终被乔巴以一招课题十字架击败了。同一时间，在黄金梅利号的娜美等人非常倒霉的遇到了艾尼路的突袭，香吉士和乌索普都被艾尼路瞬间打趴，留下了甘福尔和不敢吭声的娜美转身就离去了。甘福尔随即赶去追艾尼路，想救下他曾经的部下们。这时，科尼斯父母载着一位叫艾莎的小女孩来到娜美这儿。艾莎是山迪亚人，从出生起就拥有星王的能力，她感受到族人的身影在一个个消失，便来到这里救他们。经过了2个小时的战斗，81人此刻只剩下25人。草帽海贼团中唯一没有迷路的罗宾，此刻遇到了掌管50位神兵的神兵长。看到神兵长一直破坏仪器，罗宾无法原谅。为了保护仪器，他把神兵长引到了别处，并向他说道：“歴史は繰り返すけど、人は過去には戻れない。”随后一招百花缭乱，把神兵长扔下了悬崖。シエンフルール、デルフィニウム。接着，罗宾跟着地图竟然找到了黄金都市山多拉。更令他惊讶的是，还发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历史正文。根据文字的指引，他动身去寻找城市中央的黄金钟。再看乔巴这边，为了寻找黄金，让大家刮目相看，又跑到了巨大豆腕的上层仪器里，结果遇见了铁质试炼的欧姆和他的爱犬圣杰，生存率为0%。再次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乔巴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跑，结果还是被追上给打倒。同时，索隆、韦伯、甘福尔以及吃了路费的天空之主都来到这里，随即展开了混战。索隆与同为剑客的欧姆以及他会拳击的爱犬展开了苦战。欧姆的刀上装有可以喷出铁云的云背，虽然很轻，但非常坚硬，而且可以伸缩自如，变化形态。与之相比，索隆的刀实在是太短了，连碰都碰不到欧姆。这时，娜美和艾莎突然出现，危急之际，又是甘福尔冲出来救下了他们，却没想到3个人一块被吞进了大蛇的肚子。而欧姆趁着索隆注意力分散，出剑打倒了他，随后命令爱犬启动白金，将决斗场地给包围了起来。因为星网的能力，索隆的行动一直被看穿，这一度将索隆逼入绝境。但索隆却在这时领悟了新的招式：3刀流180烦恼凤。三刀流108ポンド砲。
这场战斗以索隆的胜利告终。另一边，艾尼路出现在罗宾身后，他告诉罗宾，黄金已经被他搬走，还将会还原一切，把空岛扔回地面，他会乘坐方舟真言离开，前往无限大地。这个消息同时被逃出的神官告诉了科尼斯父女。艾尼路感知到后，立马处决了神官。科尼斯决定立刻动身，告诉岛上的所有居民事情的真相。艾尼路也在这时用自己的能力召唤所有游戏的存活者来到身边。在冲击中，娜美和甘福尔顺利地离开了蛇的肚子。接着，艾尼路说出了自己想在无限大地建立新的帝国，并邀请了索隆和罗宾。遭到拒绝后，艾尼路以完全碾压的实力打倒了所有人，除了韦伯。韦伯利用海楼石夺走了艾尼路的能力，成功用排击背打倒了艾尼路。但没想到，艾尼路却用储存的电对自己的心脏电击，重新站了起来，用雷击再次打倒了众人。娜美眼见形势无望，便主动投降，要艾尼路带他一块前往无限大地。于是，艾尼路带着娜美来到了方舟。当方舟即将要起飞时，终于掉进很久的路飞从蛇的肚子出来了。在艾莎新闻的能力下，路飞赶往了方舟，要找艾尼路算账。娜美听到路飞来了，激动落泪。这场世纪大战也随即展开。路飞直冲了过去，艾尼路放出了雷电制裁，发现路飞竟然毫发无伤，又再次释放了6000万伏特雷龙。可路飞还是没有反应，这下艾尼路急了，再次加大电压，却依旧没用。1億ボルトホーリーいい加減にしろ！原来因为路飞是橡胶人，不导电，所以电击对他毫无作用。随即路飞上前来了一个飞踢，本来物理攻击对艾尼路无效，可是橡胶攻击让雷的力量也完全无效化了，以至于一个飞踢就打倒了艾尼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世界还存在着不怕雷的致命克星。不过艾尼路还有新王这一招，之后接二连三地看出了路飞的攻击。经过长时间的战斗，艾尼路分析出了路飞的橡胶体质应该害怕尖锐的武器，于是他改变了自己武器的形状，展开了反击。虽然路飞接下了这一招，但金子做的武器被电热融化产生的热气还是让路飞顶不住了。趁路飞倒地之际，艾尼路立刻发动了方舟，待方舟慢慢上浮后，释放出了大量黑色烟雾。艾尼路解释道，这烟雾是雷云，将会笼罩整个空岛，只要他一声令下，这片云便会化为雷电，毁灭整个空岛。路飞当然要上去阻止，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利用反弹的效果击中对手，因为反弹的拳头没有路飞的意志，新王也就无效了。用这个方法，路飞总算是成功击中了艾尼路，并用一招橡胶回旋弹将其打晕。ゴムゴムの但危险并没有解除，方舟依旧在向上飞着。很快，艾尼路也重新站了起来，他用手触碰身后的黄金墙壁，把黄金融化。当路飞一拳打过去时，黄金快速冷却，把路飞的手给困住了。下一秒，艾尼路就把路飞给踢下了船。落ちろ空島と共にお前なんか！此时，方舟刚好飞到了美丽号上空。山治醒来后，一眼便看到了方舟上的娜美，拖着乌索普就往方舟爬去。而在方舟上，娜美终于鼓起勇气，拒绝了和艾尼路一同前往无限大地的计划。艾尼路手指一伸，便要处决娜美，关键时刻还得是靠乌索普。てめえが消えろ！必殺火炎ブッシュ！这一下虽然救了娜美，但是面对艾尼路，他哪里打得过？两人计划着用旁边的威霸逃跑，可这时乌索普再一次被雷劈中。娜美看准了时机，冲了过去，准备接乌索普一块离开。但这一切都被艾尼路的信网看穿，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就在艾尼路想对乌索普使用必杀技时，山治终于是赶来救场了。但艾尼路的必杀技已经蓄势待发，乌索普知道如果回去救山治，大家都会死，只能赶紧开着威霸带娜美逃跑。山治也下定决心，独自接下这一招。山治的挺身而出，让乌索普和娜美顺利得救，掉进了方舟。此刻的山治帅气无比，在倒下前说出了最后一句话：タバコの火欲しかったとこだ。吠え面かきやがれ。紧接着，方舟开始剧烈摇晃，也不再放出雷云。回想起山治的话，艾尼路明白了，原来山治前面迟迟没有出现，是在方舟内部搞破坏呢。艾尼路气急败坏，化作一道闪电离开了。
趁此时机，乌索普偷偷爬上了方舟，用最后一口气把山治带回了空岛。等艾尼路来到方舟内部，找到了山治动过手脚的地方进行修复后，方舟再一次运作了起来。再看路飞这边，此时正拖着巨大的黄金球往斗湾上方攀爬，誓死要打倒艾尼路。而斗湾下，草帽海贼团的所有成员也聚集到一块儿。突然，天上开始电闪雷鸣，艾尼路的毁灭计划已经开始了。看着眼前的惨状，韦伯回忆起了族长所说的传说。400年前，诺兰德及船员为了躲避暴风雨而来到加亚岛。此时，岛上的山迪亚族正受着树热病的侵袭，为了治病，他们甚至迷信的用活人献祭的传统仪式拯救村子。诺兰德站出来阻止了这场祭祀仪式，并且制作了药剂拯救了山迪亚人。在诺兰德的帮助下，村子恢复了往日的生气。他也与大战士卡尔葛拉成为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并且一起养了一条小蛇，也就是现如今的天空之主。在之后的日子里，卡尔格拉送给了他们无数的黄金，又带给他们见识了黄金钟的壮丽景象，并告诉诺兰德，他们山迪亚一族的使命就是保护黄金钟和历史正文。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为了阻止树热病的传播，诺兰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砍伐了山迪亚一族的神树。山迪亚人认为自己祖先的灵魂都寄生在这些树里，默默守护着他们。正因如此，诺兰德被山迪亚人误解为侵犯传统和信仰的罪人，卡尔格拉也只能下驱逐令把诺兰德赶走。等诺兰德即将离开时，卡尔格拉才终于得知了诺兰德砍树的原因，赶紧跑去海边，可为时已晚。海边只有诺兰德留下了一地黄金。就这样，山迪亚人敲响了黄金钟，卡尔格拉对着远处的诺兰德告别。また来い。鐘を鳴らして君を待つ。親友よ。从那之后，山迪亚人每天都会敲响黄金钟。直到某一天，加耶岛的一部分被冲上了天空，诺兰德也被当成骗子处死。从那天起，空岛的天使族对山迪亚人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延续至今。卡尔格拉也死在了战争中。从那之后，钟声就再也没有响起，这也成为了卡尔格拉的遗憾。回到现在，娜美赶紧骑着威霸去追路飞，再不和大家离开这里，估计所有人都得死。可路飞却不愿意，他决定要完成库里凯的愿望，证明黄金箱的存在。诺兰德并不是骗子，所以一定要敲响黄金钟。鐘を鳴らせば聞こえるはずなんだ。じゃなきゃおっさんたちは死ぬまで海底を探し続けるんだぞ。ルフィ。娜美只得作罢，看着路飞一次次的攀爬失败，他想出了其他点子。他用斗湾的叶子向下方的伙伴传递信息，让他们朝着西面砍倒斗湾。大家商量了一番，准备开始行动。可他们的举动被艾尼路用星网看得一清二楚。在索隆靠近斗湾时，艾尼路一道雷电劈中了索隆。他们知道上面的路飞和娜美在等待他们完成这一任务，于是乌索普开始用弹弓攻击藤湾，但毫无作用。这时天空之主也开始摇起斗湾，最后就连韦伯都爬上了斗湾。为了战士卡尔葛拉的心愿，他不顾生死，再一次使用了副作用极强的迫击背。终于，斗湾开始向西边倒下。娜美趁这个时机带着路飞冲向了艾尼路，可艾尼路怎么会让他们轻易上来？立马就释放了万雷，随即无数的雷电在路飞的周围落下，破坏力惊人。不仅是路飞，似乎整个空岛也即将被这一招毁灭。接着，艾尼路放出了最后一招雷霆，路飞此刻也到达了方舟。此刻，所有人都开始祈祷，希望他们的土地可以屹立不倒，也希望拼上性命帮助他们守护家园的海贼们能够平安归来。在祈祷声中，路飞奋力击毁了足以毁灭一切的雷云，天空开始放晴。随后，路飞冲向了艾尼路，艾尼路也变成雷神的模样，阻挡路飞的进攻。可路飞接下来这招黄金来福枪，让艾尼路终究还是没能挡住。鐘が鳴るまで。今度は串刺しに。黄金ライフル。早い。路飞不仅打倒了艾尼路，还敲响了黄金钟，钟声响彻天地。库里凯也听见了，他知道这就是诺兰德所说的黄金钟，流下了眼泪。路飞帮他完成了他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战争终于结束了，但艾尼路并没有死，他开着方舟飞向了月球。天使族和山迪亚族也重归于好，大家开心地开着宴会。甘富尔再一次被选举为空岛的神，从此天使族和山迪亚族将生活在一起。战争结束，罗宾也终于可以解读历史正文，上面记录了古代兵器波塞冬的信息，旁边竟然还有海贼王罗杰留下的古代文字。罗宾突然意识到，要把所有历史正文找到，并前往伟大航路终点，就可以解开过去历史的真相。
事情结束后，草帽海贼团在与艾莎、柯尼斯父女道别后，偷偷的离开了空岛，回归了伟大航路。此时，钟声再一次响彻天空。伴随着钟声，草帽海贼团开始了他们新的冒险。同一时间，七武海之一的多弗朗明科来到了加亚，他操控贝拉米和同伴自相残杀，最后解决了贝拉米，以此惩罰他输给了路飞。本物の海賊だけが生き残れる世界がやってくる。力のない奴は逃げ出しな。手に負えねえうねりとともに豪傑どもの新時代がやってくるのさ。另一边的路飞此刻来到了长链岛。这个岛很奇怪的是，什么东西都长得很长。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福克西海贼团，逼着路飞参加了一场交换船员的决斗。福克西是迟缓果实能力者，可以发射迟缓光线，让人或物体的反应变得缓慢30秒。这看似无敌的能力，让路飞根本无从下手。接着又一招100万吨9尾猛攻，更是让路飞连站立都稍显困难。但是为了伙伴，路飞死也不认输，再次站了起来。最后利用镜子反射了福克西的迟缓光线，一把将其打飞了。随后他们继续开始航行。不久后，便在无人岛上遇到了一位可怕的人物——海军大将青雉。海军大将是世界政府最强的战斗力，一共有3位，分别是赤犬、青雉和黄猿。青雉是冰冻果实能力者，可以冰封哪怕没有接触到的事物，能将身体任何部位都变成冰，也能创造出任何形态的武器。他告诉路飞，罗宾是非常危险的人物，靠着背叛才走到了现在。说着便把罗宾冻在了冰里。草帽一伙并没有相信他，对于大家来说，罗宾早已是重要的伙伴。路飞决定让大家先走，留下自己与青雉1对1决斗。可他哪里会是青雉的对手？仅仅一招，路飞就被冻成了冰人。不过青雉并没有为难路飞，只是再次警告路飞，他们将来会无法接受罗宾的存在。接着转身便离开了。大伙儿赶紧跑来将路飞救上了船。在乔巴的治疗下，罗宾和路飞终于是恢复了心跳。美丽号在停泊了4天后，也再一次起航。好了，到这里，空岛和长链岛的故事就结束了。在这一片里，路飞又收获了一位伙伴罗宾，打败了像神一样的艾尼路，同时许多重要的大人物也悉数登场。青雉的出现更是将之后的对手实力推上了新的层次。空岛篇可以说是海贼王最浪漫的一篇了，400年的约定让黄金中享受天际，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浪漫吧。那么喜欢海贼王系列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见。